杀了他！皇上有旨，大将军司秦胜京及其子临阵倒戈，30万精锐不战而降，以致我朝损失惨重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现将所有参与叛逃的将领家属全部诛杀。亲人送别。你是？感念夫人恩德，特来送夫人一程。或许思琴夫人记不得了，1年前您随手让人帮在下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下才得以摆脱难民身份，得以存活。妾身帮助的难民很多，不过你还记得，还能报答实属不易，但其实你不应该来的。出于本心罢了。思琴夫人喝下酒，一会儿行刑没有痛苦。好一个出于本心！我帮助过那么多人，只有你是出于本心。大家只是惧怕明哲保身。妾身的父亲也是明哲保身，国家只有明哲保身的人，又如何立得住国呢？好酒，苦酒，这些都是公卿大人操心的事情了，还轮不到我这小小的账房先生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妾身罪臣之女，让足下见笑了。不会，思琴夫人有这种气度确实不凡，也难怪大将军不敢通知思琴夫人一起逃亡。家门不幸，妾身之死亦不能喜，受国家之供养，取黎民之高于，临阵倒戈，愧对国家社稷，唯愿一死疏解民愤。敬夫人气节。好酒，死前还能品尝到如此好酒，有人为妾身送行，也不枉此生。下辈子妾身必报足下厚恩。我也不懂酒，就是随便买的，担不起这种夸赞。饮酒需要有饮酒时的意境，若是平时这酒确实不佳，然而此刻苦酒最佳，沁润心肺。不必斟了，3杯足矣。斟醉了，阎王问话可就难以回话了。此为思琴夫人饯行，请鬼神庇佑您顺利到达6坛。妾身这种罪臣之女，只怕是要进畜生道了。下辈子愿为足下牛马，报答此次送别之恩。敢问足下姓名？那在下又如何报答？思琴夫人，您当初施粥引荐之恩，你我账目两清，又何须知道我的姓名？况且夫人善良，下辈子必转世为人，必为良善之家。希望如此吧。送别结束，亲人离场。回去吧，离开隐都，幽国是虎狼，他们不可能满足西河之地的。我确实该离开了。午时已到，斩。叛国贼的家属被斩杀，太好了！还好剩下一个，虽然是女人，但是活该。看不出平时每月10周，居然会是这种家族。这郑国公府也是狠心，这尸体摆在大街上，明晃晃的，可太吓人了。人家早就割席了，不然亲人临终送别，也不至于让受了恩惠的一个平头百姓去送酒食。这种卖国贼家族的人还有人送酒食，没人收尸吗？光是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庄巡的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。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是他一想起今天司琴密的豪迈言语，还是鼓起勇气再次来到这里。家门不幸，妾身之死亦不能喜，受国家之供养，取黎民之高于，临阵倒戈，愧对国家社稷，唯愿一死疏解民愤。哎，我这才是穿越者最真实的现状，没有系统，也没有渊博的知识，要不是思琴夫人的帮助，在如此的年代，真的难以存活。庄巡看了看刑场，随后往记忆里的棺材铺走去，买了最便宜的，还向老板又雇了辆马车，拖着棺材向刑场而去。要领尸体，先给守卫塞40文，这叫护神费。要老伯帮你找尸体吗？10文钱就可以有。麻烦老伯了。是在哪个位置？叫什么名字？大约正门，女性，思琴密。姓思琴，今天行刑的思琴家女，那个叛国贼的女儿。是的。把棺材下来。直接把尸体放进棺材里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卸下来？你这单生意老汉不做了，把你的棺材下了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叛国贼的女儿，活该，这是报应。算了，我自己来。庄巡忍着恶心以及艰难地把尸体搬到棺材里，然后跪倒在地，大吐特吐起来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这棺材要埋在哪里？随后庄巡起身，又花了10文请一旁的护卫看护。不过虚实他们就要收班了。庄巡跑到各个车行，一听是思琴家女，都不运输，而且还让所有同行禁止拉，连马都借回。地道是好找，不考虑风水10多平米，但是由于靠近京城，土地的价格仅次棺材。庄巡的钱包再次缩水，再次回到刑场。
就这样，庄巡靠着棺材睡了一晚。第二天，几个兵卒清理场地的动静，惊醒了他。请问能帮忙运一罐棺材吗？我付钱。平时也就运了，但是你这里面装的是司琴家女吧？那可不行，你让我们运到乱葬岗倒是可以，通融一下嘛。林爷，这个嘛，我们也很难办。规章制度就是这样，不是尸体亲属，严禁用运尸车为人运输尸体。兵头收下钱，解释了相关规章制度，仿佛这点钱只够知道规章的信息。听到兵卒说的亲人，庄巡想到了镇国公府司琴密的夫家。大胆，尔等岂敢造次？司琴善人莫要惊慌，本使已制服这些恶鬼。敢问阁下贵姓？免贵姓李，乃地府拘魂使。司琴善人不必多礼。罪妇惶恐，当不起阁下这善人称呼。不必谦逊，行善积德，持身以正，自有天知。老身平时吃斋念佛，也是善人。对，我平时遇僧必斋，遇神必拜，我也是善人。祭拜神明何意？若深知膜拜之理，何不躬行善举？为何不知行善积德，正心正念？天贵生而不贵死，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。那是我们不知道死后会去地府。对呀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我要是知道，我一定天天做好事。闭嘴！圣贤道理传世已久，尔等却说未曾听闻，岂不可笑至极？是想入拔舌地狱吗？凡事有因果，万事有轮回，世间的一切皆难逃其道。随本使到幽冥结案。李大人，我们这是去地府吗？没错，经判官大人审判此生功过，即可入六道轮回。大人，善人罪人带到。罪人上镜。冤枉啊，大人！老身平时吃斋念佛，不敢有丝毫怠慢，怎么会是罪人？看孽镜。庶女而已，就说不幸失足落水的。包庇推人落水致死的嫡孙，勾引人的狐媚子，让她自生自灭。打断婢女的大腿，致使其冬日冻死门前。铁树地狱100年，石磨地狱100年，下辈子畜生。老身冤枉啊！竟然还不知悔改，给我拔了他的舌头！司琴密走到聂镜前，首先出现是他筹措善款修补道路的画面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早点回去歇息，明天就能完工了。帮助丫鬟找到良人，送上陪嫁。傻丫头，本司是个好丈夫，你终究是要有自己的家。小姐，我舍不得你，我想永远陪着你。不食米粥的场景。大家别着急，一个个来，每个人都会有。这种天时，小师傅也难以化缘了，是还俗了吗？也是这世道，师傅们也是可怜。确实艰难，大寺庙还好，小寺庙老百姓都吃不饱，又怎么供养他们呢？小师傅若不嫌弃，可转投金光寺，妾身常年捐赠，妾身介绍，相信他们不会拒绝。我不是和尚，我只是想找份活干。小师傅想要找一份工，春兰，你给管事说一声。原来是他。一饮一啄，皆是缘分。大善可入天人道，下一世获一份仙缘。且慢，司琴善人平生，府君要亲自审理。罪妇司琴密见过陛下。不必多礼，孤看了你的生平，甚为良善，愿助你还阳，你可愿意？罪妇不愿，以死雪耻，正是妾身之愿，受司琴家养育，愿死谢罪。天下有变，九州重聚，天下归于一统，神魔下凡，人间糜烂，先派出山伏龙。罪妇不明。你自有怀揣鸿鹄之志，虽是庶女，却沉浸于诗书礼仪，期望往左诸侯，可惜选秀你妹妹抢了先，结果她还逃走了。罪妇困于女子身，下一世愿为男儿，立地顶天，不负苦读诗书。
下一世你还是你吗？审判也只是给好人最后的安慰。你这一身王佐之才，这样浪费，着实可惜了。叛臣之女岂能苟活？休对百姓，死解其怨。守节迟钝，善。看看这轮回之境。听到议论后思索，到刑场脸色苍白。老汉拒绝载车，自己搬尸呕吐，各处车行被羞辱离开。购买土地口袋取出大半银钱，心疼咬牙，最后浑身肮脏，倚靠棺材睡下，狼狈不堪。天之贵子，蛟龙搁浅，呜呼哀哉！司秦密不是欠人人情的人，这种场景有感心痛。请让罪妇还阳，解恩人无奈。且往下看。麻烦禀请公府接马，运送司秦夫人遗体入土。去，我们公府哪有什么司秦夫人？麻烦通报一下，不能让司秦夫人曝尸于世，这样丢了公府颜面也不好。都说了我们公府没有所谓的司秦夫人，你再不识好歹，我打人了。各位，公府夫人曝尸于世，小人感谢其施粥举荐之恩，为其收敛，无奈无车运输入土，请借过公府车辆。哪来的刁民？本夫人好好的，哪有什么夫人曝尸于世？司秦密才是公府夫人，你是何人？还司秦密，早就被我家郎君休了，这是休书备份，赶紧滚！再胡乱造谣，把你抓起来！做得好，罗夫。这下大家都知道司秦密那个丧门星和我们家毫无关系了。都是母亲您的教导，就是儿媳不解，为何不把这个刁民拿下，教训一顿？此刻我们国公府不宜张扬，虽然是一介平民，这时候死了也颇为麻烦，不如放他一马，待风波结束后再计较。也是，这蠢货休书都不看真假就被吓跑了，谅他也不敢来了。母亲真是聪明绝顶，一封假休书就轰走了他。什么假休书？那可是真休书，我命令不明写的，那上面我用了守山玉做谢，都够他去买10匹马了，避免他再来。母亲英明，不过郎君他昨天听闻司秦密被斩首，不是还闹着要殉情？我还不了解他，之前绝食密死，我就说你好歹为陆家留个后，他就娶了你，然后吃饭那叫一个香。你怀了，他还敢闹绝食吗？昨天闹着上吊，我让他吊了一半，挣扎的不行，再放他下来，现在不敢吊了。刚刚我又说你要给人家罗夫一个名分，不然就算孩子生出来也要被人说闲话，他就乖乖写了。有何思索？能够理解，遇人不淑，难遇良人。当初分离相约，共赴黄泉，此刻却若梦幻泡影，本就劝他不必如此。他坚持死义同学，最后没有做到，略感唏嘘。孤有良配，不知夫人可愿再嫁？忠臣不是二主，烈女不是二夫，陛下莫要折辱罪妇。看看吧，此子孤甚爱之，与你可为良配。就打，给我打！我让你装好人，我让你收尸。就这样，庄巡呆坐在原地，面色迷茫，不知所措，身体固然疼痛，但是更让他痛苦的是，信件上的玉石在混乱中还被抢走了。你好，请问？快滚，没人会做你的生意。快把你的破棺材带走，今天这里又要问斩犯人了。抱歉兵爷，通融，我再放一会儿，找到车辆就拉出去下葬。都说了今天这里要问斩犯人，监斩官大人看到你摆一口棺材在这里，成何体统？那等天亮，小人我去接拉车，就把棺材拉走。等什么天亮？现在立刻把你的棺材带走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好，我明白，我马上带走。外国贼的女儿也能有人收敛，真是疯了。此等良人，可愿还阳再嫁？罪妇已非闺阁女，又怎么配得上良人？恰为良配，女望夫相，你可愿意还阳扶助此子，兴其家室？恐良人不愿，罪妇亦不愿玷污恩人之名。这种情况他如何不动摇？对方为他散尽家财，守关奔波，识人以化，况且他现在连人妇的身份也已经没了，
唯一的底线就是烈女不嫁二夫，顾忌对方嫌弃她，觉得自己的名声会拖累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作为受恩之人，眼见恩人扑弑于世，我实在做不到。你倒是恩义的很。既然如此，这样吧，反正现在郑国公府已经没了这位夫人，不如你结个阴婚，她就算你亲人了，我们就能帮你运到目的地，我做个主，免费。此话当真？疯了吧？阴婚都敢结，不怕损了你的阳寿？我不怕，只要兵爷你肯帮我运输棺椁，这阴婚怎么结？大哥，意思一下行了。这司秦家确实不是东西，可是这位小哥确实恩义。算了，你写个婚书，再和他对拜，就算你们是夫妻关系。根据规章，你付点钱，我们顺路帮你运出去安葬，需要100文。动用公家车辆做这种，要给上面打点，也要给底下的兄弟们一些跑腿费。婚书庄巡不会写，所以他写了2份文书，简单描述这种情况，希望对方原谅他的冒犯。1份放棺材里，1份烧了。求取文书一道，孤再问：你可愿意还阳扶助此子，兴其家室？非恩人本愿，罪妇亦不愿。天子九州之王，群雄逐鹿，斩尽百交，方可化龙。罪妇不解。庄巡身怀地脉，在天子诞生的这场争霸中，他是天子的人选之一。罪妇不是攀龙附凤之人，可是庄巡他需要你。纷争之事，光是仁德难成大事，他需要一面坚固的盾保护自己不被仁义所伤。罪妇恐难当此大任。你不愿，姑不强求，毕竟还阳也要消耗你此生积累的所有功德，剥夺下一世仙缘。罪妇岂是舍不得功德仙缘之人？非清纯少女，不配良人高义，愿下一世再结良缘，愿为姬妾侍奉左右。庄巡恐怕等不到你的侍奉，不过10年，紫薇星现，蛟龙吞星，他身怀地脉的身份就会暴露，其他身怀地脉的人可容不下他。孤对他甚是喜爱，孤有心扶助，可天子之争，神魔仙妖不得插足。罪妇还阳又有何为？家父已是叛国之将，世人不耻，罪妇被休，亦为白身。又交割浅滩，难遇活水救，庄巡仁厚却耽于守城，你为他父，可击之免之。恩人迫不得已，罪妇不愿趁人之危。在几个兵卒的注视下，庄巡又用红绳系住棺材，牵着棺材和棺材对拜起来。红绳一牵，姻缘已成，此乃天注定。罪妇不愿，恐误恩人名节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火，夫妻焉好，莫负良人。小哥你也是恩义，我看这些钱是小哥最后的积蓄吧，我们不要了，还给你。受过司秦密帮助的人很多，只有小哥你愿意为他收尸。那可不行，麻烦2位，荀已经心下难安，家还有余粮，请2位务必收下。他懂人情的好处就是2人还搭把手帮他挖坑，要是他一个人挖，可能要挖1天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要到斩首的时候了，我们要去维护秩序。野蛮的事情就交给荀吧，多谢2位大哥出手相助，荀铭记在心。客气了，我们走吧。目送着兵丁走远，庄巡正准备继续动手。一时间，庄巡脑子里涌出万千想法，眼睁睁看着司秦密爬出棺椁，愣在当地。夫人，结阴婚是为了将您下葬，望老海涵。思考太多，想想自己做的对不起他的，好像就是不经他同意结了阴婚。郎君何至于此？所有的纠结都放下，所有的思虑都抛开，只有眼泪的哀痛和实践的激动溢满胸怀。细雨绵绵，冷风瑟瑟，即便如此，也压不住此刻一颗火热的心。有呼吸。司秦夫人，你是复活了吗？可我明明看到你被斩首了。被突然的抱住，庄巡显得有些不太适应。幸得轮转王陛下恩准，还阳与郎君尽夫妻之缘。别挖了，先避孕生火，将郎君你的湿衣服烘干。附近有农家，正好把铁铲还给人家。我去借点火石，再寻求一身旧衣，这样你才好和我一起回城。等等，郎君且去农家休息，妾先把棺材掩埋。妾身死而复活这种事不能让人知道。那我来吧，怎么能让你来？可郎君已经感染风寒，
你先去农家取暖，且将棺材掩埋，待片刻之后你再来。又没有要死，再说只是盖上泥土。还是我来吧，你去休息。那怎么行？怎么能够让你一人？曾经的贵妇夫人不在乎劳作，抡起锄头，她干得比庄巡还快。庄巡耻辱之余，对司琴蜜的好感大增。抱歉，是为了送您出城才冒昧结的阴婚。回去再说。司琴家女死于此。归还了农人的农具，谢绝了在农家清洗，又借了一身旧衣，方便进城。在被子下翻了良久，找到2枚铜钱，趁着司琴蜜梳洗，出去买了一个烧饼。老板来一个烧饼。看到了清洗好的司琴蜜，清洗后的脸颊被血红色血迹贯穿，像是裂开一样，分外可怖。司琴夫人不要嫌弃，家里简陋，没什么吃食。我不吃，郎君吃，郎君病了，多吃点。饼1文1个，我已经吃过1个了，你先吃吧。庄巡撒谎撒得很自然，一人一半，你吃我就吃。我都说我吃过了，算了，我去借点钱，多买一些来。郎君生病了，休息吧，要借钱也是妾去借。你都死了，找谁去借钱？不管，郎君先吃。那一起吃。2人就这样一人一口对视着，生怕对面少吃。我去借点钱。奔波了几日，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乖，先睡一觉。看到庄巡睡下，司琴蜜则是找到了脱下的肚兜，上面是鸳鸯戏水。她凝视了许久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一把撕烂肚兜，指甲挑出缝制的鸳鸯金线，将金丝揉成一股。等庄巡醒来，是被一股药香熏醒的。司琴蜜蹲在一个小巧的药炉前，小扇子扇着炉火。你哪来的钱买的药材？妾的肚兜上有金丝，扯下来换了铜钱，抓了药买了一些布匹，吃食、炭火，还有100余文。郎君饿了吧？先吃些面饼充饥。谢谢。现在能说说夫人你是怎么起死还生了吗？还有夫妻之缘。熬煮着汤药，慢慢说出自己的经历，坦坦荡荡，没有丝毫隐瞒。从刑场上变成鬼魂，到阴司受审，最后到轮转王拉郎配，自己所思所想。郎君若嫌弃妾已非闺阁之女，可写休书，妾愿与郎君和离。明明态度温和，却感觉像是逼宫。阎王作媒，安敢违背？郎君不必找其他借口，若是不愿，妾亦不强求，是妾亏欠你。明明是我亏欠你，可惜你一世仙缘。郎君若是为了这种理由接受妾身，大可不必。妾身也知妻娶闺阁女的道理，郎君娶妾迫不得已，妾亦不愿羁绊郎君。妾能挣一世仙缘，现在还能再挣一世。被鬼神认可的好老婆，娶了就是大赚特赚，赢麻了。娶妻当娶贤，娘子之贤，神明之知。我是想娘子出身高贵，被我攀附，自觉难以与娘子般配。若娘子不嫌弃，愿与娘子结永世之好。这也是庄巡的真实想法，温柔贤惠，做事又有条理。至于是不是闺阁女，他一个穿越者根本不在乎。卿若不负妾，妾亦不负卿；卿若不负妾，妾亦不负卿。有了娘子，无有二心。妾非善妒之妻，喜欢娇怯美人，并无不可。那怎么样算是负了你？休妻。司琴蜜的语气没什么变化，气氛却变化很大。在想郑国公了吗？对不起。庄巡在这种氛围下，自然想到了休书和镇国公府的遭遇，顺口说了出来，然后立即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胡话。是如此，郎君何必道歉？你应该训斥妾才对。你和郑国公很恩爱吧？曾许下死义同学的盟誓。莫非以寻不负你？曾为他人妇，难成郎君恩。妾非闺阁女，心似难验真。什么闺阁女不闺阁女？我就是喜欢人妻，喜欢这种成熟温婉，把你作为妻对待是有责任的。同样你不负我，我必不负你。哪有喜欢人妻的？人妻都不干净了，妾后言再嫁为正妻，已感到万分惭愧。司琴蜜摸着庄巡的脸颊，滚烫的温度让他心颤了颤，知道是安慰的话语，依旧让人开心。怎么会？我老家有些人就是喜欢人妻，或许我可以给你说说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这个故事里就有一个叫曹贼的，特别喜欢人妻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妾相信。躺好，妾帮你擦汗。毛巾温柔地拂过脸颊，药物发挥作用了。庄巡眼皮子越来越沉，侧面被子伸出的手揪着司琴蜜的衣服，他又睡着了。司琴蜜看睡着的庄巡，也有些倦了。偏房还有床榻，但看看庄巡揪着自己衣服的手，他犹豫了片刻。既然认可了再嫁的事实，那同床也是应该的。
庄巡隐约是感觉到司琴蜜似乎给他带上了什么东西，他也没在意。第二天醒来一看，庄巡的身上多了一枚双鱼玉佩，顺着声响走向了厨房。娘子，郎君，你该在床上好好休息。美人束发成结，鹅蛋脸颊光洁无瑕，若皎月遐遐，富态高贵，一双凤目勾人魂，淡点柳眉成疏影，蹙带垂眉，叶抚成拳，点绛朱唇，眉倚滑若桃李，姿仪窈窕，飘飘渺渺有神仙风气，牡丹仙子下凡来，仪态优雅，步步生莲，引蝶环绕，素衣难掩天仙姿，亭亭玉立，袅袅婀娜，伫立美而多娇，天香国色，启态丰盈。如此看妾，妾有异常乎？好美，你的脸怎么突然好了？你先回床上熬好药，我们慢慢说。我已经好了，不用吃药了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哪有这么容易？郎君想吃什么，妾为郎君准备。米粥就好，娘子不必费心。昨天面对毁容的司琴蜜喊娘子，没有任何负担；今天面对貌若天仙的司琴蜜喊娘子，反倒不好意思。吃完米粥，喝了汤药，庄巡倚靠在床头，看司琴蜜忙个不停。不要收拾了，用不了几天我们就离开郢都了。那且还有几日，君子日日谨慎己身，须知房屋如人，一日不扫便多几许灰尘。娘子为何如此熟练？妾乃庶女出身，又无侍女陪伴，家母对妾管教甚严，教导了不少为人妻妾的本事和道理。那也不必如此辛苦，你刚刚还阳也需要休息。妾清扫了地面就停。刷刷的摩擦声，弯腰劳作的美人，庄巡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贤良淑德，娇艳美丽，自己真的有资格娶她吗？你这又是做什么？做些女红，补贴家用。家用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我也算小有收入，知道明天就会有人找我为他们理账，虽不能大富，亦能小安。值此艰难之际，能多一份营生，便多一份营生，才到用时方恨少。确实。郎君中午想吃什么？妾方便去市场为你采买。你喜欢就好，我没什么特别想吃的。算了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不放心。庄巡觉得司琴蜜这样子出去很招摇，他也才被刘敏抢过，他自己出去都要拿把刀护身。郎君，你休息就好，妾又不是小孩子。你生得如此娇艳，遇到登徒子怎么办？庄巡担忧地说道，又问出刚刚的问题。你的容貌怎么恢复的？还阳当时浑身的伤就已经好了，恰如脱胎换骨。不对，昨天看你都还是破相的样子，今天怎么就好了？庄巡不能理解，昨天烧得再糊涂也不可能把脑子烧没了。郎君，你再看，是破相了吗？庄巡伸出手想触碰是否是真实，想到这样不礼貌，他缩回手，司琴蜜却主动低头触碰上庄巡的手指。真实吗？伤痕的触感像是革质，血液凝固，神色也趋近普通。郎君再看，惶惶若神仙妃子，眼眸含神光，气质若华松美里，眼角勾而妩媚，多含半生情味。回首凝望，脉脉多少风情，蜜水陶逸，无情生有情。所谓媚而不妖，眸动心动，痛惜哀怨，美人痴缠，引动万千劫数。又好了，是这个玉佩的问题。轮转王陛下赠予的，是担心妾死而复生被人发现吧？他老人家想得周到，这样也好，不用担心你出门惹一些无所谓的麻烦。能为妾描述一下妾身现在的样子吗？额顶有血痂，血红的疤痕，你这还没破相呢，哭什么？感怀郎君恩重，不嫌弃妾毁容破相。昨天郎君应该是不知道妾容貌完好的。你一天纠结这些做甚？昨天都说了，娶妻娶贤，你那么贤惠，我嫌弃什么？其次今日看你光彩照人，天香国色，我甚羞愧，不觉配得上你这般美人，甚至连正经的婚礼都没有。况且今日见你美玉无瑕，便起色心，我也是俗人一个，喜欢美人，别把我捧得那么高，我只是个小人物。司琴蜜扑哧一声笑了，泪花也止住了。这份坦诚在这个年代少有。郎君，食色人之欲也，不逾矩即可。喜欢美人不是什么羞愧的事情，不弃家国，追求又有何不可？再说妾乃郎君妻，发乎于情，实属平常。至于配不上这种话从何而来，郎君情现皆冥府，
连产玉牙见红妆，地府君王作逼仪，天作良缘是无双，与妾天造地设是一对。既是神明证婚，娘子又何必感怀？我觉得配不上娘子，娘子觉得配不上我，何时能休？那妾与郎君皆不言此事矣。妾为君妇，君为妾夫，莫谈高低贵贱，美丑胖瘦，才艺诗书。你叫我谈，我也说不出来。倒是读了一些书，穿越前看过一些古文赏析，你叫他谈论，那可就为难他了。你我一人一鱼，愿永结同心，合为一璧。兴趣娘子，愿为一璧。接过青鱼，青鱼像是听到誓言，化作青光，钻到两人体内。庄巡能看到司琴蜜的面叶上多了一层薄薄的青光，细看就是那一张破相的脸颊，但是他想深究，又变成回原来的容貌。这下能见妾真面目的，仅有郎君，信也。郎君，妾去采买了。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我已经好了。对了，我给你重新取个名字，原名就不要用了。也好，名正则言顺，那就叫神佑楚吧。全听郎君言。随着难民的涌入，尹都也变得臃肿了。看到跪在地上呻吟的孩子，庄巡好几次回望，又把眼神收回来。10文。什么？余才100文，不失10文。天道有情，贵生而不贵死。这是你的见闻吗？是，得知举头3尺有神明，有京剧，不知善行非出于本心，是否还能积攒功德？见过地府审判，聂镜台前诉罪，没善心的都要有善心了。论迹不论心，论心无圣人。你以前做好事，难道都是发自本心？虽然有一部分可怜，但是之前大多还是为了争取名声。世道将变，再多金银珠宝，也比不上一个好名声，能一呼百应。可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烽烟过后，再沉重的金银也要被人收刮走，再多的粮食也要被人啃食尽。只有一呼百应的名声，能在动荡时获得保全自己的能力，进而继续持有金银粮食。两人很快来到市场，买了些生活物资，物价飞涨，一点点采买就花了20几文。几位商头，什么风把各位吹来了？是向庄先生道歉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如果出借马车给您，我们行商也会变困难。小小礼物不成敬意。胡商头，我理解，我也不会怪你们。借车是情分，不借是本分，本来就是一个刺手的活。庄先生果然宽仁，有君子风范。除了道歉，大家都还要对账吗？都是小本买卖，有消息说要对商人再征税，大家都怕了，都想赶紧跑出尹都。老规矩，你们自己决定把账本给我的顺序。郎君，这些都是什么？行商队的头目们理不清应对大商行的票据，还有自身的账目问题，找我帮忙理账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一本本账目被理清楚了，桌面也多了几百枚铜钱。直到最后一位胡商头，他放下了一颗碎银，约莫2、3两银子。商头还有什么要事？皇帝昏庸，奸臣弄权，虞国已经难以为继。庄先生有大才，不如和我去成国一展身手。成国吗？先把碎银收回，我且考虑考虑。庄公子，请一定要多加考虑。等过几天商税下来了，可就晚了。你这种人才留在虞国太可惜了。银两就当我前天难以帮扶的歉意吧。娘子可有话说？混乱的局势好出头，成国现在政治稳定，普通人很难有出头的机会。如今冀州3国鼎立，忧强而成于暗弱，可谋取齐国。成国好玄学，启黄老，跟随商队而去，以郎君运筹的本事，可小富小安，却难登大雅之堂。虞国孱弱，朝廷公然卖官鬻爵，民心思变。河北代郡，苦寒之地，有大河天险，治理得当，可割据一方。民穷而悍勇，招募精兵悍勇。虞国有变，即可拥兵起事。你说的这些和我又有何干系？既然朝廷公然卖官鬻爵，郎君为何不买下代郡太守的职位呢？我哪里来的钱？我天天有这种生意也买不下吧。代郡太守不贵，10万两银子，任期4年。郎君为何沉默不语？是不满意这块地方吗？其他郡也有好地方，但是比起代郡太贵了，没有低于20万两的地方。先选一个县不行吗？不对，就是选县，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，我挣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。妾有。司琴家都被皇室抄家了，你哪里来的银子？你也不可能回郑国公府拿吧？母亲过世，给了妾一笔余财，金银首饰价值约有10万两，妾存放在母亲的墓旁的石坎中，
每年去祭拜，不见砖石移动，钱应该还在。恰好司琴家不愿让母亲进入祖地，倒是免去被损毁的风险。司琴家的人那么可恶吗？不让进祖地，还有这应该是岳母她的陪葬吧？我们用了是不是不太好？母亲是奴婢出身，妾也不是男子，所以算不得司琴家的人，这样倒好，躲过灭顶之灾。没事，已经过去了。至于这批金银首饰，母亲就是怕妾庶女身份遭人嫌弃，死了都埋不进夫家祖地，拼了命都要给妾攒嫁妆。可是到郑国公府未用到，现在妾嫁给郎君，也合了母亲心愿。毕竟妾一定会埋入郎君家土地。当然，你是我的妻，当然埋我家的土地，只是我们以后会有葬身之地嘛。妾心里已经有所准备，若死无葬身之地，愿与郎君同赴幽冥。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好的不准，坏的准。不过岳母她不是妾室吗？怎么会有那么多金银？不多，母亲整整存了20年有余。大将军府每年收受的孝敬，皇室的恩赐数不胜数，本身也有生意，虽然是妾室，有姿容的时候分到的银钱不少，还有不少器物赏赐，年老色衰后有所减少。但母亲的刺绣技艺闻名隐都，自己也赚了不少钱，平日里勤俭持家，不像夫人几十个丫鬟候着。再说也不全是金银，还有玉石珍宝，这是粗略估值是10万。成为代郡太守之前，郎君需要脱离平民身份，目前有3种途径得到官身：举孝廉、勋贵之后考秀才。勋贵之后不考虑，夫君倒是有一股文气，有熟读经典，能应试吗？没有，我没什么才华。作为一个半吊子的穿越者，倒是看过一些历史故事和书籍，但你让他考取功名，那简直太为难他了。那只能举孝廉了，郎君的名声也足够了。昨天市集便有讨论，郎君重情义，比起叛国的司琴一家简直天上地下。孝廉的话，100两银子足矣。那么贵？这还是郎君你有薄名的价格，符合做孝廉的标准。你若没有名声，还要贵上几倍。是不是就算考秀才也要送钱呢？没错，不过比起举孝廉要少不少，大约20两。庄先生在吗？徐二叔有什么事吗？庄公子，您孝廉的身份下来了，官府的人送来官文。俩人都很茫然，于是便走了出去。官府的人在外面等着呢。庄公子，恭喜恭喜！我去看看，谢谢徐二叔了。可是庄孝廉在下庄玄，恭喜庄孝廉，经过府台大人认定，推举您为我们尹都府今年的孝廉之一，这是朝廷认定文书。多谢差爷跑动了，小小心意，请几位差爷喝杯茶。哪里当得起，孝廉客气了，兄弟们也就不打扰了。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举荐我？就不能是看郎君你中意吗？要是真这样，倒是省了我们100两银钱。怕的是暗处的阴谋，像是郑国公府之类的，那可就要小心谨慎了。举个孝廉倒是没什么，是怕推荐郎君你去西河郡为官。确实，现在都被打烂了，但去为官能救得一方百姓倒也好。忧国肆虐西河，匪盗丛生，民生凋敝，怕是不是救百姓，而是去送命。现在就是搞不清楚状况，除了郑国公府，还有谁会无缘无故的察举我当孝廉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如果确实要把郎君征辟去做西河做官，那我们就取了金银桃李。或许真的只是有好心人看我中意呢。察举了孝廉也算一件好事，妾为你做一顿好菜，庆祝庆祝。娘子，我帮帮你吧。君子远庖厨，郎君现在也算有了官级，怎么能下手做饭？你去休息。君子远庖厨的意思是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，是怀修仁德的意思，不是说不下厨。你既然知道的这么多，怎么不去考秀才？我也只是半桶水，见娘子辛劳，我也于心不忍。不许进，在内，妾做主。那好吧，饭菜不要做太多，丢了可惜，吃剩菜对身体不好。妾身明白。夫人，银钱已经送到了。他答应了吗？没有，还在考虑。有智慧，他应该很快会答应你的请求；没有智慧，就当看他知恩义的嘉奖了。属下明白。他的数算本事尚可，可以用，不能用也就算了，退下吧。幽国太强势了，不能让他做大下去吞并虞国。虞国已经向陈国请求救兵。蓝秋，你去给陈国的人传令，
让他们竭力促成。遵命。落墨天上宫飞，言过明月西峨。风雨可人若蜜桃，清冷高傲似雪莲。锦衣织袍，云钗玉摇，蛾眉妩媚勾人心。一双迷人秋水眸，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。肌肤雪白如玉，玉腕皓雪如霜。青鸟相依，环绕左右，美人仙气飘飘，又贵不可言。娘子的手艺真好，想不到娘子还会做这些家常菜。郎君你喜欢就好，吃肉多补补。娘子也辛苦了，你也吃肉。明天去庙里将轮转王陛下请到我们家吧，方便每日供奉。多亏陛下帮助妾，才能与郎君结此良缘。要怎么请？神像还是牌位？感觉神像和你描述的有所不同。那就请牌位吧，妾每天早晚上香，感谢他的帮助。让我来吧，是我得好处，收获了贤惠美丽的妻子。为了表示我们夫妇的尊敬，以我早晚各一次吧。郎君，洗脸。娘子不必这样事无巨细，只是正常的夫妻行为。我自己来。夫君，洗脚。你在郑国公府也这样吗？公府自有奴婢，哪里用得着妾出手？你是我的妻，不是奴婢，我自己来。郎君，你嫌弃妾吗？哪里的话，是觉得不能让你做这种吓人的活。妾不觉得有何不妥，服侍郎君是妾的责任和义务，郎君不让妾服侍你，是不认为妾是你的妻。没有这个意思啊，算了，你不觉得委屈就好。那我也要帮娘子洗脚。你一个大丈夫怎么能给女人洗脚？大丈夫是不能给女人洗脚的，但是小丈夫能给爱妻换足。我不是大丈夫，我只是你的小丈夫。郎君你呀，真是半点情义都不想让妾尽。身为丈夫为妻洗脚，感谢娘子为家庭的付出。郎君这样讨好女人，会让女人骄横放肆的。如果郎君日后君临一方，几多姬妾，那我也只为你一人换足。郎君的嘴真是甜，到底哄了多少怀春的小姑娘？我也只对你嘴甜，也是只有你给我嘴甜的机会。你睡这里吧，我去偏房睡，毕竟我并没完全好，传染你就不好了。上来，快上来！你若到姬妾那里留宿，妾没有意见。现在你分房而睡，是对妾有什么不满吗？亦或妾不能吸引郎君？都说是生病了，你别多想。怎么能不多想？妾在嫁之身，唯恐郎君嫌弃。谁嫌弃你？喜欢还来不及。你是我夫人，不是丫鬟。郎君，你有丫鬟吗？没有，家务活还是一起分担吧。那还娶个娘子作甚？娶妻是用来疼的，是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像是自己的身体的另一半。哪有娶妻是把妻当丫鬟似的？这不是很荒谬吗？于国皆是如此，郎君你倒是个异类。我要是正常人，也娶不到娘子你了。我情愿我忙一些，你赚得几分清闲。郎君这样偏爱是要不得的，女主内男主外。而且你的病康复了吗？风寒好了，身体有些酸软，但是不影响活动。再说就偏爱你怎么了？有个娘子还不能疼吗？在他看来，老婆不能当神佛一样供着，但是也不能自己像是老爷一样颐指气使。大家相互理解，共同承担才是最好的夫妻生活。被偏爱了妾很开心，但是可不能抢妾的厨房。今天要去请轮转王陛下，所以只能漱口。没事，只是我好奇地府里吃肉这些怎么算。妾也不知，但是妾所见审判中没有吃肉被罚的，只有大量浪费粮食被罚的。不过怀有敬畏之心总是没错的。算是入乡随俗吧。话说请神该怎么请？我没了解过。若是大户人家，自然要举行庙会，祭文祷告，再做水陆法事。我们家穷，用不着那么多事，去城隍庙祷告，军前迎回神像或牌位就行。要不要沐浴焚香之类的？当然要。热水已经给郎君烧好了，妾去购置些贡品和礼信。娘子不是去购置贡品礼品了吗？那也要送别妾的郎君出门，郎君未动，妾岂可妄动？
用不着那么规矩，我们家也没这个规矩。那现在有了，妾想要做郎君的好娘子。你已经够好了，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。我出门了。郎君慢走。庄孝廉，如果想上香，走偏殿。多谢，敢问阁下贵姓？怎么会认识荀？在下安泰郡，秀才贺就。庄孝廉声名鹊起，这尹督府又有几人不认识孝廉？不过是一孝廉，秀才美誉。偏殿从此入，在下还有些许急事，期待与孝廉万寿宴再相遇。多谢兄台指路，我们万寿宴再会。少君舌煞微臣了。您是？微臣轮转王成成见过少君。府君何故行此大礼？荀惶恐，还有这少君之称从何而来？少君即未来天子，当受得起微臣这一拜。不是说百蛟争龙吗？荀现在也不是天子，甚至勉强摆脱白身，当不得府君如此称呼和大礼。微臣已认定少君为真龙，少君自然有资格。荀自觉无特别的才能，恐负府君期望。微臣司长轮回，能官人祸福贵贱。少君虽地脉浅薄，但神魂清明，气质雅度，有人君之仪。若争龙失败，也无伤大雅。须知多少神魔争相伏龙，或其自身如星陨落，能扶住少君，虽不进，亦不退矣。翻译一下，就是你是好人，赢了血赚，输了不亏，能帮就帮。伏龙还会造成神明陨落，神明不应该是不死不灭的吗？万事万物岂有永恒不灭之理？大千世界亦有消亡时，伏龙因果极大，伏错了龙，恶业缠身，消去顶上三花，真灵溃散，神明自死矣。不服不行吗？皇天厚土人君，要想在世界的寂灭中找到超脱之道，就需要莫大的气运加深。天道地轴恒定，为人事多变动。伏龙有大因果大功德，诸仙神为求解脱，自然参与其中。人有人的关系，仙有仙的缘法。微臣若不选少君，就要被裹挟选其他蛟龙，又岂知其品性如何？微臣观察少君久矣，品性纯良，可为人君。荀明白了，荀还会努力的。感谢府君成全荀和佳期，也是少君仁义。轮回之境认可了你们的姻缘，少君父的品性功德也足以让其还阳，不然生死大事，微臣也不能操作，这是天理。再有扶助少君，也是微臣的该做的。那也要多谢府君。荀这次请帝君奉请香火，万万不要嫌弃。切勿如此。其一，少君为君，微臣为臣，君怎能继臣？其二，莫要让他人知道少君身份。现在帝星未露，少君请神牌回家，有心人就会猜测到少君身份，这也是微臣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与少君相会的原因。那怎么感谢府君的帮助？若无报答，荀恐有难安。少君夫妇能相好一生，继续行善积德，匡扶九州，便是对微臣的报答。行善积德我不太能理解，例如战争杀人这些，功过怎么算？看影响，分情况。天道贵生而不贵死，但不是只杀。屠夫杀猪，士兵杀敌，良民杀贼，都不能算是过错。因为屠夫杀猪是为营生，士兵杀人出于命令，良民杀贼保卫自己，但滥杀不行。士兵不是出于命令，而是为了杀良冒功；猎户猎鹿不是为了生活，而是取乐。这种道阴私，就算是作恶。荀明白了，多谢府君。少君还有什么问题？时间不多矣。府君是如何发现荀身有地脉？还有这个地脉哪里来的？少君非此大千世界之人，对吗？是的。少君来此世界时就感应到了，从那时就开始关注。微臣司长转生，定人贵贱福祸。要为少君勘定贵贱时，天降五彩，认定了少君怀有地脉，由此得知。好，我明白了，多谢府君。既然少君已经了然，微臣告退。请问公子，金光寺怎么走？沿此街往前约100步有大道，大道往左再走半里就可以看到。多谢，还未请教公子姓名。在下庄玄。莫非你是庄孝廉？正是在下，公子何处得知？
在下厉承志，这是家姐厉如寺。承志听闻了孝廉的事迹，心生敬意，今日见孝廉，幸也。两位不是郢都本地人吗？对，我们是陈国人，随父亲出使于国，父亲染了风寒，虽然吃过药了，我们姐弟还是想要去寻求神明保佑父亲，他早日康复。金光寺是送子观音的道场，两位可以去于国的国教太清观，就在朱雀街，离此不远，往前走便知。多谢庄孝廉，我们有缘再见。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流民太多了，钱还被偷了，去寺庙游玩祈福也没做到。算了，反正大夫已经可以证实我患病了，给忧国步步一阵。于王怎么说？还没同意出兵吗？没有，司琴圣经背叛给他的阴影太大了，生怕派出兵将又临阵叛变，觉得扼守成牒关就高枕无忧了。他说的也没错，但前提是守得住。这尹都人心惶惶，根本没有战意。于国这个时候要是灭亡了，我们成国就要单独面对忧国这头虎狼了。至少要等我把成国的可用之兵训练出来。那倒不如和忧国瓜分了这虞国。成国自己本身都还一堆问题待解决，吃不下半个虞国，这次倒是可以借此吞并代郡，且肩上喜黄老，不喜干戈，认为有伤天和。这些皇帝也是，明明都是皇帝了还修仙，都要亡国了还万寿宴，不会治理国家，迟早完完。唉，你比程之强太多了，你要是个男子就好了。郎君，轮转王陛下的牌位请到了吗？没有，府君说了不要给他立牌位。庄巡慢慢说出自己如何遇见轮转王，以及和轮转王的交谈。既然轮转王陛下这么说了，那此事便作罢。太快了，今天朝廷就开始向商人们征救国税了。救国税？这种时候怕不是亡国税吧？确实是亡国税，妾都有些迷茫了。这样的余朝真的能撑到郎君出任代郡太守吗？不行，我们逃吧。君子不立于危墙。危险也是机遇。以前出任太守这种职位需要至少2年的为官经验，现在只需要半年。别的地方要让郎君从底层爬上去，可不容易。只要成牒官不告破，大余还有几年气数。也不知道征收这么多税款做什么，给成牒官的将士。我觉得这帮公卿不会。还不是为了万寿宴，皇帝想要庆祝自己60岁生日，郎君你也会被邀请参加。消息说会邀请所有的秀才孝廉勋贵之后，在上面扬名的对未来前途大有好处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可能让我和他们斗诗词，每个人的诗词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。我就算还记得老家的几首诗，用出来大家就知道是抄袭。你又不是秀才斗什么诗词，你是孝廉，你只要公良俭让便好，让大家觉得你有仪态便可。郎君不必担心，离万寿宴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会教你宫廷礼仪和训练你平日的仪态的。会不会很难？世事哪有简单，总好过田间耕种，码头搬运。不过我家郎君确实有仪态，卓尔不群。确实是这样，没有做这些体力活，不过卓尔不群是不是有些？这可不是妾偏爱你，夫君确实有股飘然的仙气，还有学子的文质，所以当初妾才会把郎君错认为出家人。或许郎君自己感受不到，这又确实存在。有些人哪怕锦袍也显得怒吼而冠，有些人哪怕仅仅是布衣，也有傲视群雄的气概。娘子这话说的，我很赞同。可恶！只是举了区区一个孝廉，全城都在传些什么？母亲息怒，都是些不懂事刁民乱传，他们哪里懂什么忠义仁孝，给罪臣之女收尸都能传为美谈。看看把我们陆家诋毁成什么样，什么断尾求生，喜新厌旧。那个贱妇明明和我们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休书都给了，还能算是我们家的人？传就传了，那个女人初一15施粥，也不见得行刑的时候有几人念她的好。名声这种东西，也就是举孝廉的时候有些作用。所以我才说她赔钱货，那么多粮食，可换多少金银珠宝，买个什么虚名，有用吗？可怜我家不明，被他过血，还搞什么大斗戒、小斗环，这不是纯纯的赔钱买卖，还是吴家罗夫好，最得我心意，肚子还争气。母亲何必管他们，无非就是一些酸言冷语，
让他们去说吧。实在不行，让人把那个姓庄的料理了，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麻烦。那这可不能做，要是一般孝廉也就罢了，这尹督府的孝廉若死了，相当于官员被暗杀，到时候一定会查到我们这里。不知道那母亲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那个女人帮的人那么多人，随便扯几个进来，只要不讨论我们家，让这些有喉舌的人说些其他人合适不好吗？那个贱妇帮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独这个刁民去为他收尸？他们是不是有一腿？这些都可以传出去，说姓庄的那个刁民他爱慕那个贱妇，所以其他人都不敢给那个贱妇收尸，只有他敢。他们有奸情，就说我们家是发现他们通奸才给那个贱妇修书的。可是那些平民会信吗？这都不重要，假的说的多了也就成真的了。难道那个女人还能辩解自己没和男人通奸吗？对了，你和不明怎么样了？郎君对妾极好，照顾有加，只是感觉心思不在这里。那个逆子，人死了都还念念不忘。母亲息怒，妾会努力让郎君回心转意的。真是贤惠，也不知道不明是看上那个扫把星哪一点，你要好好规劝他。母亲，初一15我们还施粥吗？继续，否则明生岂不让那个丧门星赚走了？再施1年，就说土地收成不好再停下，借粮的也一样，一切照旧。1年后停下，还是我家罗夫懂事，什么都知道，请示娘，不似那不懂规矩的庶家女。您是家里的主心骨，罗夫还有很多不懂，都要母亲的引导，毕竟您才是这个家的天。江师妹有心了，还来看我这把老骨头。上次阔别大师兄还未成子府，现在看已然有3花聚顶之象，离登仙之路不远矣。不身死道消就不错了。虞国国君昏聩，国将不国，成国运庇护也必受所累。何不改换门庭？大师兄你仙缘深厚，没了虞国的庇护也无伤大雅。不了，已经陷进去太深了。倒是江师妹，你子府已成，登仙有望，看来赵国上升的国势给了你极大的帮。侥幸而已，运气也是修道的必备条件。谁能想到短短几十年时光，虞国变成此般模样？这也是绑定国运的无奈。许多事情看到了，却只能当没看到。少不更事，现在算是理解师傅说的身不由己了。权力能让一代明君变得腐败，也能让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变得短视自大。没有及时抽身离去，现在再想离开已经做不到了。老道也只能给虞国这艘大船陪葬了。我记得大师兄的仙缘是我们师兄妹中最强的，也不能脱了王朝国运的约束吗？为这大虞朝已经消耗的所剩无几，每次插手干预都是在消耗自己的仙缘。江师妹，现在赵国强盛，你出了手，回报的收益是正向的。可是君主无道，国家走下坡路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减耗仙缘，只能不做。你是赵国的太后，纠缠更深，一定要在赵国强势的时候尽快登仙，否则就该早日离去。贤叔明白，多谢大师兄提点。谈不上提点，师父曾经也提醒了我们不少次。可是只有真的步入红尘这团乱局，被红尘的思虑缠身不得挣脱，才会想起他的忠告。总以为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把道路修正，岂知我们只是修行者，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，更没有和这些官僚斗争的能力。殊不知是不可为时，应当速速退去。老道我就是想和他们斗，最后把自己永久地固定在虞国这条烂船上。仙家的妙法不能作用到这些有国运庇护的官员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国家这条大船推入深渊。大师兄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有不甘心，有气恼。这国呀，就像自家菜园，怎么忍心看他们被蛀虫啃食？明白大师兄你的心情，对待赵国我也一样，这也是我们入世修行的代价。贤叔早已做好了准备。仙道逍遥的代价是不入红尘做看客，既然入了红尘，坐看王朝风起云涌，
兴盛灭亡的嫌疑就不复存在了。郎君该去拜访陈老夫人家了。今时不同往日，记住，什么都不能答应，只能表达对他们日常关爱之情的回复，不要怕得罪别人，不然你会变得被动，问什么都答不清楚，不了解的切勿发表观点言论。我明白了。孝廉来了，快请坐，还带东西过来，让你破费了。感谢徐二叔你们一家平日的照顾，称呼我名字即可。我去请母亲前来。小环，快奉茶。庄孝廉久等了，并将粗枝大叶的，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我们家失礼了。陈老夫人别说徐二叔了，这岂不是把荀当陌生人了？徐二叔是不把荀当外人，才没想这么多，真诚可见。也是，他呀，就是一个直性子，孝廉不见怪就好。去把厚德叫来，与孝廉认识认识，指不定以后两人都会还有同殿为官的机会。小叔他要参加明年的春闱吗？对，直接捐官的银两太多了，我们家也不是大富之家，捐个县令的钱是拿不出的，只能辛苦厚德参加春闱了。放心吧，小叔高才一定能春闱及第。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，只是春闱太难了，多少秀才卡死在这一关上。确实，高中状元引都骑马，他还引都骑马，能及第就已经烧高香了。而且状元和探花这些早已内定，说这些也不过是水中花，井中月。怎么会？秀才考试应该相对公平。那是以前，而且公平也是相对的。高门拿3甲，寒门争及第，向来如此。是荀浅薄了。印都府的孝廉等同3甲，倒是没想到冒天下大不韪，能赚取这般名声。荀也不知做的时候仅仅想着让人入土为安，不用曝尸于世。倒是没想到能被众人赞颂，后续被举荐荀也惊愕，就连谁举荐了荀现在也不甚清楚。就是因为孝廉本心纯良，要是有目的性，又怎么会去安降私情家女？老夫人过誉了。孝廉也是人善之人，之前就知道孝廉接济过不少人，可能是他们感念孝廉的恩情吧，所以才帮孝廉说话吧。对了，城西王家有一女，兰心蕙质。老夫人，荀已娶妻。孝廉且听老身细说，王员外是想许其与你做妾。荀并无多余钱财，聘哪姬妾？王员外说了，只要你肯娶了王家女，再附送1万两嫁妆，可由孝廉随意支配。抱歉，请老夫人婉拒，或认钱财为人所致，荀虽贫困，也知知恩图报的道理。此刻收取厚礼，日后必有所图，荀不愿受此击败。老身明白你的想法了，会转告王员外的。王员外没有坏心，多谢老夫人谅解，不必相劝，荀断无此等心思。孝廉的名声声动京城，冒着被乱民攻击的风险，也要安葬恩人，属实高义。谬赞，不过恰逢其会。孝廉为万寿宴准备如何？今上特意点了孝廉，想来万寿宴上必有疑问。皇上点了我，传言就是陛下听说你的义事，夸赞你重恩义，所以让你当的孝廉。传闻可靠吗？荀氏完全不知。非常可靠，是昨晚尚书台下代人传出来的。若不是这样，尹都府的孝廉早就被人内定了。庄孝廉可以说是简在地心。徐小叔，你这样一问，荀反而不知所措了。荀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陛下，这万寿宴怎么筹备的如此缓慢？尹都中流民日盛，扰乱市场，造成物价大涨。原本已经充足的用费，现在也有了不足。这些人都赶出尹都不好吗？陛下，驱赶流民恐怕引起民变。那算了，朕已经下令向商人征就国税，爱卿勿要让朕失望。是。听说有人给司琴家的人收尸，还举了孝廉。确有此事。倒是挺大胆。他不怕被牵连吗？还有是谁推举上报的？尹都府尹公绩，微臣也只是遵循章程。他胆子挺大，不知道这人和司琴家女的关系，还是他赞同司琴家？微臣不知，司琴家举家叛国，自然万分该死。可忠义之人也该褒奖，不然岂不是愧对孝廉之名？忠义之人那么多，偏偏选个和司琴家有关系的，你们当朕是瞎子吗？就是因为他和司琴家看起来有关系了，司琴家叛国，而此子勇毅，这样才能显得司琴家罪无可恕。说的是有些道理，
给朕说说吧。朕很久没听到这种忠义的故事了。从法场送酒，到散尽家财购置棺材坟地，到车行拒绝接人，大闹镇国公府，最后阴婚借车，甚至遭遇流民攻击，下环也说了，还故意添加一些溢美之词，力图把庄巡那种知恩图报、不畏艰难的形象树立起来。真的如此重情义？你们能把他挖掘出来？确实如此，评选的文书里也有他接济意外造成困顿的人的记录，好施仁义，言行一致，平时素有贤名。如此德行的人才是应该举荐为郢都府的孝廉，不为人言辱骂，不为牵连怪罪，不为名誉受毁，重恩重情，是君子矣，可以用来治理国家。微臣也是如此想的，所以才批准了公祭的举荐文书。有心了，朕会派人去了解的。如果真是如此，朕在万寿宴上给他留一席，拷问他的才学几何，能为官否？若是存在虚假，那公祭这个郢都府尹也就可以不用做了。是，微臣明白。下去吧，朕乏了。陛下一定要如此吗？越是一意孤行，罪责越大。朕可不想去阴司受审，光是跪在聂镜台前，朕就接受不了。或许老道就不该给陛下阐述阴司之事，也害你丧失了最后的仙缘，是朕的过错，是老道一意孤行的结果。不用说了，朕明白，大禹已经气数已尽，天命昭昭，难以违逆，也是朕不听人言，浪费韶华，现在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确实是下策，人转妖异，妖转人难，人道昌盛，出天子，妖道暗弱，必行人道。且草木精怪比之禽兽成仙难，难如登天。国师曾说大罪转生草木精怪，受动物啃食之苦，朕去地府也一样是如此。现在不过少些阴司的刑罚。是如此，算了，老道也不多言，陛下心中已有计较。国师来见朕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受人之托，请陛下出兵配合成国驱逐忧国军队。成国的人吗？你知道万寿宴对朕的重要性，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朕需要进军维持秩序。可是万寿宴都举办不成，郢都就被攻破了，陛下可能来不及化妖就已经去了阴司，这一切布置又有何意义？成叠关的守军再无能，15天也能坚守，没有了禁军，朕可压不住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们。15天，听不到支援的消息，恐怕也就5天，守城的兵将就要投降了。那朕就在郢都再坚持10天，乘叠关到郢都行军都要1月。人心如河沙，聚之成形，溃之成泥。此事若成，还能再续大禹几年。若成叠关告破，郢都军士还是否会听从陛下的调令？陛下自我思虑，老道告退。等等，朕答应出禁军，不过要请国师帮忙筹备万寿宴，护朕左右。好，老道答应了。国师，公祭举荐这个孝廉，国师可去查看。如果真如他所说，国师可帮朕护持1、2，正我大禹风气。老道明白。夏大人，大驾光临，您不去筹备万寿宴，来下官这里有何贵干？还不是你举荐的，和司琴家女有关联的孝廉，你给本官交个底。这个叫庄巡的到底多少水分？下官也不知，上次就给大人汇报了，是一位成国的大人物，要求下官推举的。除此之外，文书里庄巡的情况真实吗？这倒是万分真实，是下官调查取证的。那就好，皇上说要让人暗访看看他的品德是否配得上这个孝廉称呼。那他可比往年的孝廉们品性好太多了。这样吧，现在你我同时把消息散布出去，说皇上万寿宴要考教他的才能，让他多个警惕。下官明白。郎君，我们去茶楼坐坐吧，听听你名声的风向。我进去我就成风向了。算了，我们买完东西回家吧。还是要听听的，茶馆也不贵，但是信息流通却是最多的。听听最近的风声如何，如果没什么异常再去采买，有异常及时调整。再说郢都那么大，怎么谁会都认识郎君？庄孝廉也是来听说书。是，携家妻游玩，佳期沈右楚。这位是安泰郡的贺秀才。孝廉夫人好。
恰好在下订了2楼雅间，孝廉夫妇可愿赏光？寻不愿麻烦秀才。有何麻烦？能请到孝廉是贺某的荣幸，望孝廉赏光。好吧，麻烦秀才了。今天要说的主角正是最近名声大噪、有情有义的庄孝廉、庄巡。此处省略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原文第24章。故事倒是有趣，但只能说是无知者的幻想。国公夫人日常至少都是5、6个丫鬟伺候着，哪里能有和人私会的机会？更别说潜入镇国公府了。所以怎么会想出荀能和公府夫人私通的？谣言止于智者，孝廉不必多想，陛下还是能分辨这是否为谣言的。荀自然是知道，可人家已经过世，还毁人清誉。孝廉果然重恩情，就佩服。以茶代酒，就敬孝廉一杯。孝廉今得圣眷，有想过何处为官否？未曾想过，况且今上要考教荀，荀还不知如何对答，恐负圣眷。孝廉若有需要，就这里倒是有些策论，能帮孝廉解决一些方向问题。不用了，感谢秀才有心。孝廉莫非已有幕僚效忠？并无。孝廉觉得贺某如何？秀才想做荀的幕僚，不知孝廉可愿收留否？为什么？荀虽然侥幸被京上所点，可是不一定能通过京上的考校，也不一定能到地方任职。秀才是否考虑过早？不早。得知孝廉身有圣眷，便有良人要嫁女送嫁妆，在下自荐已嫌太晚。不管是朝廷还是地方，孝廉总是要一人为您润色文字，发表文章，起笔上书，不是吗？孝廉可考究之才，合则录用，不合则弃。秀才如此看好荀，荀深感荣幸。可是荀此时贫贱，想为家人购置新衣都难，又怎么供养得了秀才？孝廉此刻如此困顿，竟拒绝大户招揽。只要答应，荣华富贵近在眼前，孝廉不为所动，实乃德行高尚，不负孝廉之名。所以确实请不起幕僚，倒是浪费秀才一番赤诚了。请问孝廉志在何方？在朝廷还是在地方？想去造福一方黎民百姓，不过都是圣上公卿们决定，荀也只能服从国家需要。就也是和孝廉志同道合，愿助孝廉一臂之力。荀是真的穷困，供养不起秀才，只求孝廉收留便好，在下家里还略有薄资。好，那荀也就不推脱了，就是恐怕辜负秀才期望。贺舅见过恩主。秀才快请起，当不得这种大礼，别人看到不好。就明白，此处人多眼杂，此间说书已结，待明日就在登门拜访，为恩主谋划万寿宴。期待秀才登门，我们夫妇也要准备一些日常用物，暂且别过。恩主此刻困顿，小小心意，请勿推辞，就告辞。他这算是花钱工作吗？郎君，收下吧。既然他认你为主，这也是他的心意。这种聪明人投靠却是需要的，以我不可能一个人做了所有的工作，是需要下属做事的，所以不必抗拒，知人善用就好。既然有些许银钱了，直接买衣服就好，何必这样？钱财再多，若不会计较，也有用尽时。我明白了，是不是要给娘子你买一个斗笠？毕竟外人看来，你的脸还是颇像的。没有必要。庄孝廉是在看奴家吗？我家郎君看到夫人头顶斗笠，想为我遮掩漏容，购置一顶相同的，故多看了几眼，冒犯夫人。原来如此，庄孝廉真是疼爱发妻。郎君之爱，3世难还。夫人是？荀以前似乎没见过夫人。奴家来自成国，姓焦，庄孝廉不认识奴家，奴家可认识庄孝廉。刑场一人壮行的风采，让人惊叹，大勇气也。江夫人过誉，实有冒犯，万望恕罪。孝廉品性，奴家自然明白，无事。多谢夫人宽恕，家有急事，不便多聊，告辞。孝廉要帮忙否？不用。郎君，刚刚看到了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回去给你解释。郎君，你究竟在看什么？妾的脸上有花吗？面若桃花，坐我怀里，让我抱抱。刚刚那位江夫人那种雍容和丰腴，实在太对我胃口了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我怎么那么无耻？我都有娘子了，多看看我的娘子，还是我家娘子最好看，湮灭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喜欢就喜欢，
他日郎君登龙日，收纳美人又何妨？不是，我都说好专宠你一人，怎么能道心动摇？真不是个东西。所以对方到底多漂亮，让郎君一眼沉迷？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很特别那种长相成熟妩媚，却带着一股清高的气质，还有自然的雍容。算了，懒得想，我的娘子最美就好了。郎君你真是，这种事情你还告诉妾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告诉你是让你点醒我，不是让你鼓励我，让我抱抱就好。我最喜欢娘子了。郎君该被策论了。好，那妾去做饭了。大师兄贵为国师，也要当街卜卦吗？那个苗子你发现的？孝廉都是我请人推举的，师兄也对他亲眼。确实不错，有仪态，气质中正平和。调查了，日常也是手里识人。今天本想试探一下他的虚实，你出现看来人言属实。不过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他居陆相，众不闻其名。他曾经为我手下的商队理过账本，有数算的本领。本来想带回赵国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冒大部委收敛私情家女的尸首，让娴熟有了举荐他为孝廉的想法。得知他拒绝美妾金银，娴熟都还有些惊愕，特意来看看真伪。今日一看，应为属实。确实，仅仅一眼就移开了视线，对一个凡人，属实不易。别把娴熟说得像是妖魔一样，不过是姿容出众。但是庄孝廉确实如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一样，守节有礼，对国公夫人的引诱不动摇，反而步步后退。既然他是你的，老道也就不出手了。大师兄说笑了，娴熟又怎么会是那种圈羊之人？再说娴熟是客，师兄是主，多是需要仰赖大师兄帮助，这份功德愿意让与师兄，解师兄一时之急。老道的情况已经不是一两棵树苗能解决的了，不用相让，倒是希望你把他带回赵国，至少不用被虞国的风气污染。可是妾愿意举荐他做官，就是因为想要他这种人多一点，多保2年虞国。明白了，他没有堕落腐化前，老道也会保他一程。管事，实在是没有水喝了，兄弟们撑不住了。这批东西不能丢，再坚持几天，援军就会到。放心吧，这次任务结束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没谁想坚持也困难，那就杀马吧。好。何二哥，管事可答应了。答应了。哟吼！前日说援军到，昨日说援军到，今日还说援军到，这援军几时到？阿罗，你少说2句。我也不是怕死，是答应了小荀哥要接他去成国的，做不到我死也不会瞑目。如果他在虞国因为战乱不幸遇难，胡说什么？活该让你乱说话。嘿嘿，何二哥，经常听你们说起这个人，这个庄先生是何许人也？兄弟们也多少有些好奇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说的吗？不是，只是很难形容这位庄先生。小荀哥他有时候像是菩萨心肠，有时候又冷酷的不像是人。对，像我们这种绝境之人会救，但是路过跌倒的老人却从来不扶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扶，他说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听起来倒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很是古怪，就连喝水都要喝些沸腾后冷却的。其人其事，有些奇怪之举实属正常。这里面肯定有故事，那你们都是怎么认识的？兄弟们也想听听。看什么？看娘子。看妾。美人娇艳水润，丰盈娇美，若扶风桃夭，醉人恋心。快看书。哦。郎君，记住我和你说的话。现在局势混乱，对贺舅不能完全的信任，表面上还是要表现的自己志向不能太大，要喜好偏安，忠于皇室。恩主，叨扰了，早已等待秀才了，快请进。请坐，家居简陋，见笑了。居陋室，不改其乐，恩主心中自有千山万壑。夸张了，
穷困就是穷困。恩主，这是在下准备的通稿，请恩主查看。请用茶。多谢恩主夫人。你也看看我这里的稿子，说说感受。此为何人之稿？秀才先说说这些文章如何？文采斐然，详略得当，就献丑了。敢问恩主，这些策论都是何人？就当求教。手稿作者内子也。这些文是恩主夫人所作？正是，我可做不出这样的文章。恩主夫人高才，在下愧不自如。此文文脉清晰，逻辑严谨，实乃佳作。那是自然，取气取贤，我气由贤，能安家，能治国。现在再问恩主，恩主志在何方？志在地方，奸佞弄权，上下贪污腐败横行，大乱将至，这样兵荒马乱的环境，寻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。何处？代郡。恩主看来对自己治理地方的能力很有自信，代郡治理好了，确实是个乱世争雄的好地方。可乱世从何而起？恩主知否？秀才请说。虞国近年风调雨顺，农民谋叛可忽略不计。现情况有二：一是忧国进犯，虞城两国联军溃败，我等皆不思虑，可为忧国臣；二是虞城两国驱除了忧国，今上身死，己子争敌，烽烟四起。恩主可据河北，做官局势变动，若遇英主，可从之；若无英主，恩主可自取之。河北道吗？你想得更远。我们只是觉得治理好代郡，能在乱世中求生就已经很不错了，避祸而已。等这些皇子争得差不多，就可以献城了。谬赞，不知恩主最看好哪位皇子？暂无支持的人选，荀也对这几位皇子没什么了解，秀才可否为荀解惑？或许是察觉到王朝末年、早年圣上就把几位皇子分去各到各郡建府，再富庶一些的地方的皇子，有东华道的东华王，河南道的河南王，还有阳华郡的阳华王。那秀才认为该选哪位支持？就认为恩主决定跟随谁，就便跟随谁。可我还没决定好跟谁。再说能不能收官，到代郡都不好说。秀才有何良计？吏部尚书萧大人应该能解决恩主的问题。那是右相张大人的派系的，要许多银钱吧？恩主不必担心，就有门路，只要恩主同意，不用花费银钱，就用能获得代郡太守一职。那就要多谢秀才了。但是要万寿宴通过皇上的考核，对吧？是要这样，通不过也可安排恩主到一小县任职，但可就没了节制兵权。乱世将起，没有兵权，不是任人宰割。看来却是要努力在寿宴上讨圣上高兴了。以恩主夫人的才识，恩主通过陛下的考校不难，唯一难点就是会问及恩主后继之主的问题。恩主心中也自有定论，在下就不智慧了。也要多谢秀才帮助。不过秀才既然有门路，为何要投奔荀？秀才的才能荀也知道了，会一方太守不成问题。终究是不同，恩主的尹督府孝廉身份已入高门，就却还是寒门。寒门若想被征辟为太守，哪怕是代郡这种烂地，也要10万两银钱疏通。某种意义，张丞相还是寒门福音，毕竟可以一步到太守了。以前寒门的终点就是太守，就所谓的门路，也不过是跑腿的活计。恩主若不得胜券，张丞相也不会此般拉拢。所以，请恩主务必重视万寿宴。多谢秀才提醒，会重视的。乱世不正是人才显现的时刻？秀才不必自轻自贱。谢龙在田，荀已经找到自己的贵人。秀才愿投效荀，荀也愿给秀才一番天地展示才华的机会。你我协力，必有一番作为。多谢恩主提携，就愿效犬马之劳。秀才快请起，是荀要多谢秀才穿针引线，否则荀也不知如何找门路去地方，困守郢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多谢恩主赏识，就定为恩主竭力争取到其他附郡。若有时有困难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代郡太守荀已满足。明白，恩主就先告辞，就不多叨扰了。贺舅，你观这位少君如何？有一资能亲人，拢人心，但不善专权，志向未定，为人并不迂腐，能变通。几位先君确定扶助这位庄孝廉为龙吗？他虽然看起来是个好人，为人亲和仁善，但言谈给人的感觉却并不是很出众。倒是他的夫人颇具才能，文章有雄才。他是个好人就行，这年头想找一些好人可太难了。这种好人还能身具地脉，那简直凤毛麟角。就不解，争龙扶龙之事，不该选择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帮助吗？
虽能亲人，不过在这乱世恐怕难争天下。那是想上进的神仙，我等朝游昆仑，目宿梧桐，好不快活。蒸笼之道，但求和我等无关就好。他能做个好人，便是对我等最好的消息，也是我等想要选择他的原因。我等效忠的君王，不要求他雄才大略，能亲人不做坏事最好。君王做坏事，造成的影响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比较的。而且轮转王那位帝君都吓住了，一定是借助轮回镜考验再三。我们信得过几千年屹立不倒的他，就难以理解，修行难道不是逆水行舟？这也是3位仙君教授就的。对你说逆水行舟，是因为你是凡人，有受尽时，此时若不礼乐龙门，下辈子还要受轮回之苦。我们不求寸进，也不会后退。正常的神仙都是与天地同寿，哪个愿意卷入这种争斗呢？不过是被裹挟罢了。仙人有仙人的缘法，不找一条蛟龙支持，就要还欠下其他神仙的各种缘法。例如，你以后成仙就欠我3人一些缘法，因为我们把你引向仙道；凡人成神也欠本朝天子一些缘法，而往往还恩就是生死局，输的一方都要承受莫大的恶业。所以你能明白一个拥有地脉的好人对我们多重要了吧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先说说去了他家发生了什么？他的夫人沈氏甚有才气，对问题也非常敏锐，就是样貌极丑，但是庄巡却非常宠爱。握其手，并其膝。不，应该是司琴氏。什么？仙君，您是说司琴密死而复生？司琴密确实还活着，本仙能查到，死者还魂。轮转王的手笔也是大，此生的伦理是天规天条的重中之重，倡导生死有序，各安天命。司琴密就像是你一样，是轮转王安排在庄少君身边辅佐他的人。听你描述甚有才气的话，也不知轮转王谋划了多久，竟然死而复生，算是职能范围的帮助吧。在天规天条的约束下，枉死之人如果功德足够，就可以消耗下辈子的仙元福元，换取还阳。只是这种情况凤毛麟角，有这条规定，但是几乎不执行，回去不一定还能积累到这种级别的仙元。再有，天人道享仙寿，不比人间苦苦求生好太多。司琴密看样子是没有被灌下孟婆汤，这轮转王花了自己的一点仙元，为司琴密保存了地府的记忆，作为间接支持庄少君的证明。灌了孟婆汤又如何算是扶住了真龙？那不过就是行使正常的职能，肯定不算。投入自身仙元才算是伏龙，投多投少，多少投点，把人才通过自己的职能安排到真龙旁，这是最浅的一种支持真龙的方式。虽然获取的收益也最少，但也最稳妥安全。我们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安排你去帮助庄巡。你好好相助他，尽职尽责，哪怕蒸笼失败也没什么。你作为我们的有缘人，只要不是身缠恶孽，我们都会保你。多谢仙君护佑，就自然明白，只是没想到蒸笼之争如此戏剧。再问仙君，神明是否能直接支持君王蒸笼？原则上人神分离，所以直接支持蛟龙蒸笼是犯天条的。间接就像我们是帮助你，而你去伏龙。若成功，你占了绝大多数功德，而我们就是从你获得的功德中分取。我们是满足了，某些神明是不会满足的，会铤而走险。直接支持就游走在触犯天规的边缘，要么职务给予方便，如雨神降雨，使得该国风调雨顺，但是对敌对国家也需要按时施雨，不得克扣，否则就是违反天条的重孽。所以那位幽冥帝君就是为了间接支持，让司琴密死而复生。是这样，间接支持神仙需要有缘人，例如修道要离清红尘关系一样，你和我们有缘，天下拜福禄寿3仙的何其多，偏偏你遇到我们3仙聚会，身上还带着上一世积累的仙缘，而轮转王要和庄少君间接扯上关系，最好的有缘人莫过于复活的司琴氏。就明白了，难怪要如此丑陋，用以掩盖他复活的真相。现在还有什么疑惑吗？3位仙君就想辅佐恩主一统山河，这样有问题吗？你有此志气雄心，甚好。但是其他人可能也有神仙帮助，且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其中困难你需思索。若遇艰难，我等不会出手。本来也是让你作为人才去投靠庄少君，你能成就一番事业最好。若扶助他登临天子地位，成仙成神有望。就明白这种乱世，就也想一展身手。几位仙君一切如常即可。
那是自然，但是你也不必过度担心。化身为人侍奉君主左右的仙神是不能动用神力帮助君王的，有的也只是朝堂国家的争斗。就像我们掌管人间福禄寿，你和我们如同师徒，也不能给你随意增加福缘，只能用你的福禄寿以及仙缘相互转化，不敢多有偏颇。我们司掌福禄寿也只能如此，其他神仙也是一样。对待凡人尚不能随心所欲，对待蒸笼就更要万分小心，毕竟一个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就明白，还有疑问，这司琴师复活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吗？天下生灵何止照应，各自演化，哪里关注得过来？也是我等三人司掌天下福禄寿，一说名字便知生死，其他仙家可没这种本事，不然轮转王能不做掩饰？授予地脉时，我等三人亦在场，与幽冥帝君心有默契。切记，切记，不可偏执，事不可为，当抽身离去。爹，就把二姐一个人留在尹都吗？你还担心她的安全不成？我只是觉得姐姐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尹都不好。你要是有点出息，我能把你二姐留在尹都。我不擅长演戏，我要是留你，恐怕第二天幽国的探子就知道我不在尹都了。既然余王已经答应出兵，我现在要去前线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微臣殷忠，受君赏识，受民供养。娘子，你说我们这样反了余国，是不是显得我们白眼狼？如果我是被皇帝提拔了，郎君何出此言？你想，这次如果通过皇帝的考核，被授官不就是被皇帝赏识？然而我们却只想趁乱起事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如果买官，就没这种负担了。确实如此，但看具体情况，此朝无道，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，既然没有效忠，哪有什么背叛？只是时势发展，唐家无道失国，已经无法挽回。郎君身有天命，何该取之？再有，若感皇帝提拔之恩，日后郎君成事，觉得欺骗亏欠，可存留唐家一只子嗣补偿。倒也不是那么圣母心，你说的对，以后回报给他的子嗣就好。夺国这种事情，哪里讲得了什么正义与否？该说还是要说的，毕竟名正则言顺，郎君私德可亏，大德可不能相让，绝不能有私擒圣经那种行为。那种才是真的让名声烂完了。庄孝廉，礼部派人请秀才举子们明天去春华宫排练，我来送请帖了。多谢徐小叔传递，请进屋小叙，寻想了解了解这个彩排。那就却之不恭了，多谢孝廉相邀。这是佳期沈右楚，此为陈老夫人幼子徐秀才。我记得孝廉之前是未娶妻的。是未娶，迎娶佳期也不过5、6日。当日埋葬司琴家女，囊中羞涩，得佳期资助方得完成，许诺娶之。安葬司琴家女入土，映入膏肓。内子汤药氏感念其贤，遂娶之。内子西河郡人，流落到郢都，无父母亲朋。寻也是流落到郢都，无父母亲朋甚少，婚礼简陋，未广而告之。孝廉倒是长情，厚德就做不到这般。人各有私，求同存异。孝廉不弃糟糠之妻，也是一美谈。荀不觉得佳期糟糠，还觉得荀难以般配。佳期身为贤惠，能娶之，三生有幸，妻贤家和睦，夫贤门楣正。孝廉果然品性高洁。此事暂且不论，这排练有何说法？教教在郢都的秀才举子规矩，不要在宴前失仪。而且听说许多高门的女眷也会出现在春华宫，一看只为秀才举子风采，若有金龟婿，许而捉之。荀本无才华，又已娶妻，就不掺和这种了。好，孝廉，你准备好应对圣上的策论了吗？已经准备了，小叔不必担心。虽不敢说不得圣上喜爱，亦不会让他气恼。孝廉做事心思缜密，是厚德多虑了。不过孝廉要注意张阳郡前新诏，你的辅推孝廉名额是顶替他的，他对你怀恨在心。他爹是工部尚书钱全安。多谢厚德提醒，荀明白。明日出行，厚德再来。今日事毕，告辞。郎君谨言慎行，一路顺风。娘子，我走了。哎，要是自己以后能治理一方，必不让此等情况出现。
可是庄巡、庄孝廉，您的座位在前面，请随在下来。多谢。这位大人，我们是不是走过了？因为皇上特意说了要考教庄孝廉，所以尚书大人交代了，要将您的位子放在前面。在下明白了，现在在下应该做什么呢？已经没事了，孝廉可自行离去，等几天后便会开始孝廉记得自己的位置就行。这孝廉身负圣眷，自然不必像他人那般表现。寻明白了，多谢大人。孝廉，请等稍许时间，带我家夫人下来。孝廉，久等了。没事，这是夫人的手绢吧？多谢孝廉拾取，不过手绢既已掉落，奴家也就不便收回了。孝廉何故在此屹立？座次和其他举子秀才不同，已经排演完，在等候朋友出来，一同返家。那不如去我府上等待如何？此处等待人多眼杂。不了，此处等待有人，恐他寻我不到。蓝秋，让人在此等候庄孝廉的友人。谢夫人厚爱，这里挺好。孝廉是怕奴家为郑国公夫人，那是坊间谣传，夫人莫要听信。那孝廉为何拒绝奴家邀请？奴家对你又没有恶意，反倒是帮忙举了孝廉。原来是夫人，多谢夫人举荐。不用客气，巧遇孝廉，请孝廉到府上小叙，可好？甚好，麻烦夫人请人留守，告知有人。这是自然。蓝秋，明白。到了府上，他摘下了斗笠，露出天妃容颜，约莫30，面若牡丹雍容，眉黛春山，一双碱水秋眸却有凛然之姿，葱鼻弹唇，尽显丰润，成熟女性的温柔和风情杂糅，质若华松丹枫，优雅华美，高贵的气质使人相视即愧。